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五香赏屋，我是 Ted。那我们超级国际豪宅开箱美西的系列呢，今天来到了这个代号1545的独栋泳池别墅。那区域呢是在 Pacific Palisade。这边占地差不多有374坪，里面楼地板面积也有超过220几坪。这一栋呢是差不多2017年完工的，在2018年交屋。那一样，这边拥有非常多的公共设施，包含大家看到这个户外泳池很漂亮，而且它的周边种了一圈的树。哦，那我们就直接带大家去开箱这个房子啊，那也顺便先去找一下 Amy， 还有这个案子的 agent Lulu。Go。看到2位洛杉矶的房地产专家，而且是说中文的，这个是 Amy 跟露露。之前节目一直就是靠着他们2位协助我们来开箱这边的豪宅。那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区域啊，是第一次来。那这边的富人区的定义是怎么样子算？就是基本上豪宅的价位500万都算小 case 啦，然后就至少1000万起跳这样子。台湾的观众啊，大部分人可能听说过比佛利山庄或者像北尔这种好莱坞明星住的这种知名的豪宅区，但是其实 Palisade 的话其实也很有名。露露的话就是 Palisade 的专家，他自己本身也在 Palisade 住很多年。附近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的吗？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区呢，它就有一个 Palisades Country Club， 很有名的高尔夫球场。Palisades 实际上是介于 Santa Monica 和马里布之间的一个海边的小城市。这边到海边大概开车多久的时间？就5分钟到8分钟左右吧。因为像在北尔或是 Beverly Hills， 大部分是山景，就是如果有海景，可能是很远的。但是你在 Palisade 这边买的豪宅，如果是在 Palisade 的山上的话，其实你的海景是很强的，几乎是那种 front ocean view 的那种海景也有。哦，所以这边是住越高是越贵的。我们都觉得住的越高是越贵的，但是实际上不是的。不是这样。因为主要是你开上山，其实要一段时间，就大概10到15分钟，所以这个方便就是也蛮贵的。我们今天在的这个位置，比如说你喜欢 privacy， 需要你在外面看不到房子里面，就像这一栋一样，你在外面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学区也非常好，有2个公立的小学，就公立的已经很好了，它还有8所私立的，有犹太人的学校，有法国人的学校，就是你想上哪一种类型的都有。好，我们今天很开心来到这个房子，我觉得也非常的漂亮，因为是全白的，很吸引人。我们就直接带大家来探索这间房子，走吧。不对，怎么回事？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个？我们今天乱录了09的 MTV，太巧了，没约，真的没约，因为我是4月20号来的，然后那时候你们是1号4月26，我4月26号。26号，然后我就看到 Ted 打卡，就是说，我就立刻密他说，哇，你来玩还是什么来工作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很荣幸的把09邀请来，拍一下 MTV，让我们乱录一下。对，没有，因为刚好就看到 Ted 在拍一个在那个 LA 的豪宅嘛，然后那可不可以刚好借一下？当然，那有什么问题？A 咖酱。对，所以就在这边就是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就是 Where's Amy 那首歌也是在 LA 写的。哦，对，他是来这边才创作的。对，有一首歌是在这边写的，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啊，要去 LA 什么地方拍，然后刚好就 Ted 在这边，然后我们说那不然好歹借我们拍一下。好啦，谢谢09，谢谢 Ted，谢谢。啊，谢谢，期待一下，耶！好，各位朋友，我们现在就是在这栋房子的算后院哦，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白色的房子真的很漂亮。然后搭配现在的蓝天，然后又加上我们前面有一个游泳池，在后院的右手边呢，还有一个吧台，算是烤肉区，然后也可以喝一些饮料，里面还有放吧台椅。这边到这边大概有20来公尺，这边也是差不多有10到15公尺。这个房子有一个很厉害的特点，就是它是木做的，可是刚刚露露有跟我介绍，他用了很多比较昂贵的材料，是哪些？这边所有的这些墙还有柱子，都是用的这种凸出来的大理石，都是从意大利过来。哦，所以是说这个看起来是很不规则状的，
这个是大理石啊。对，这个是意大利的那种大理石。像一般有些人他就直接做水泥墙啊，或者是 drywall 就会便宜很多，然后所以他们其实是放蛮多的那些细节在这里面的，包含到它的上面，这边也全部都是，然后旁边的一些小柱子啊，用了很多昂贵的石材，它通常不需要用到那么好的材料，对不对？他就想奢华嘛，要不怎么叫豪宅呢？这一间也算是奢华，而且楼上每一间屋子的阳台也是用的这个石材。还有前院，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刚刚我讲那边是后院，它还有一个前院，前院就是走路回来的地方，还是有一个独立的门。可是大部分美国人回家都是直接开车，直接开到车库，那客人就走那个独立的门。对，因为客人会把车停在外面。好，那我们就再带大家从前面的门进来，介绍一下前院。好，走。本集是由大研生医的好睡眠芝麻GABA胶囊赞助播出。GABA 本身是可以帮助放松跟入睡的重要氨基酸，但一般食物中含有 GABA 量非常低，所以才需要借由额外补充来调节生理机能，帮助入睡。芝麻素是每粒芝麻中不到1%的珍稀的有效成分，也是稳定睡眠品质的大功臣。GABA 胶囊我已经吃了1个多月了，非常有感。现在小孩刚出生，大家都知道根本是没有办法睡过夜的。我现在可能平均大概都睡6个小时而已。睡6个小时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睡眠品质就会相对重要。吃下去的时候，并不是说吃了忙的嘣就睡着，慢慢让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一个进入睡眠的状态。老实说，我也还是只有睡5、6个小时，但是醒来的精神就会非常的好。包含这次来美国嘛，我们是坐台湾时间早上的飞机，然后我就是跟大家讲说，前一天大家都不要睡觉，上了飞机吃了第一餐GABA吃下去，直接睡来到美国，几乎是零时差，无缝接轨的感觉，非常有感。好睡眠芝麻素GABA胶囊顶规添加了97%高浓度的芝麻素15毫克，而且添加的 Night GABA 还荣获日本发明奖，并有多国入睡功效的专利肯定，真心推荐给需要好好休息的朋友们试试看啊！好，各位朋友，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他们家的大门的外面，然后那边有写那个1545哦，可以看到说这个房子它算是比较少有的，因为它是在一个转角，有2面临路。因为很多人的房子就是这样一排排过去的嘛，然后中间是靠着种了很高的树去做分割，而它这边自己是有双面临路的。这里隐私性很好，而且其实这边在山脚下，所以就是很安静，然后空气也很好，都是闻到芬多精的味道，真的，只是很明显就是那个草味、对树的味道。好，我们带大家进去吧。他们门牌都会请进。进来就是刚刚他们说的前面的院子，这边也是做一个很大片的草地。通常这边会拿来做什么？你可以做草地，你家里有孩子的话，也可以做一些小孩子活动的东西，滑梯呀。那还有就是家里遛狗，就是狗其实可以在这里跑的还蛮好的。在这一区很多人养那种大型的狗，像是哈士奇啊等等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到了这栋建筑物的正门口。你这栋建筑物算是什么样子的类型啊？你看它这边也有屋顶，然后那边，为什么是这样子？美式极简风。对，最近的5年最流行的，可能是因为这种风格它建起来格局是比较方正，然后所以可以把那个容积率利用到最大。然后它的外面呢，主要的配色我稍微观察一下，就是黑白灰，除了刚刚用的这些大理石墙以外啊，它就是搭配了很多铁件的落地窗，然后其他就是玻璃，所以它的穿透感也很好。现在新的房子呢，政府都要求你要做一个雨水回收的那个因为环保嘛。对，这样的话你也可以节约很多浇花的水，所以都可以直接用雨水收集起来，就灌溉自己家里面的草地啊、树木啊。对对对，就是在这个下面。实际上我们在这里这个整个下面都是一个蓄水池，那所有的雨水、浇花的水，它都会收集到这个里面，然后再 pump 出来，再浇这些。还有它，你看这里你都看不到那些喷头啊什么，对，它这些树都是滴灌系统，全部都是埋在这个下面的，沿着所有的树啊什么，其实它下面是埋的那个管子，就是一滴一滴一滴这样滴的，你的水就不会喷上来，浪费很多。好吧，那我们终于可以进去了。
哦，OK，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一进来也是他们进来的迎宾区啊，玄关区。挑高我刚刚其实已经量过了，超过6米。它进去以后就会分成上下层，然后现在在我的左右手也都各有好几个空间。那我们先从我的左手边开始介绍好了，它就是一进门是一个书房。其实刚刚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很漂亮哦，它是一个双面采光，然后非常完整的空间。然后在这边就是可以好好的办公的，大概是4公尺乘以4公尺左右的空间大小。那我们接下来转过来啊，到另外一边啊，应该算是对外面对客人的客厅跟餐厅。美式的极简风都是用非常浅色系搭配了这个橡木色的地板。那这边就是一个完整的餐厅，也是很方正的一个餐厅哦。美国人的个性好像是吃饭就吃饭啊，看电视就看电视。对，这是正式的饭厅，因为他们常要请客人啊，对，所以就是这边会有个正式的饭厅。好，那我们又回到一开始哦，就是迎宾区。这里有一个电梯，还有一个半卫浴。它的电梯设计在房子的正中间。我左手边还有一个房间，有一个房间，有一个储藏室，所以它的1楼算是有2个房间，一个书房，一个套房，浴室啊、更衣室也都很完整。那我们直接来带大家看这种 family 的空间，那边是算是对外的，就是接待客人的。这里还有一个房间，这个是很特别的 bench 的那种小早餐桌，对。接着这边的客厅下面也是有个火炉，那火炉好像是真的要烧的。对，这真的可以烧，通常就是按一个按钮，它是会烧那个电子火炉，可是是真的火，木头只是装饰用的。接着我们给大家看它有个超级大的中岛，竟然是面对自己的中庭。照理说会在这里，对不对？火炉在中间比较少见，一般火炉会想面那边。这个火炉算很大，因为它其实是有2个铁板烧的位置，然后6个火炉，再2个烤箱。这个牌子 Wolf 还蛮有名的，蛮多豪宅的标配。美国大家都一定会有这一支，就是煮意大利面的时候可以加水。我觉得美式的厨房就是大气，然后到这边有个大面的窗户，接着一个算是旋转的柜，收纳的空间是非常多。最后还是再稍微带一下圆桌。其实这在一般不是豪宅的地方就已经是你的正式餐厅了。对，只是说这一间豪宅它真的很大，所以它有好多重复可以使用功能的区域，这样子。这个餐桌其实是最漂亮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外面游泳池的景色。对，那我们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刚刚厨房的过道，就是各个过道是可以接到另外刚刚前面的那个餐厅，正式的餐厅。这个是真空冰箱，因为他们需要能够让食物的保存的期限可以更长，所以都是会用这个真空冰箱。豪宅标配都会用 Sub-Zero， 因为 Sub-Zero 的冰箱基本上都超过1万美金起跳。是为什么这边又要有一个水槽？家里如果有请厨师来煮东西，他们可能可以在这边洗锅子啊，可能一个水槽不够用的时候，他们可以到这边。刚刚有讲哦，它的电梯呢设计的是在正中间，所以他们的楼梯其实也在整个房子的正中间。那边就是放电梯的，然后这边有楼梯，这边是一个厕所啊，这边还有一间。OK， 好，那我们就下楼梯。好，我们就下到他们的地下室。我们先带大家看车库好了。这边是刚刚我们从外面的时候有说，他们这边是一个双面临路，然后它的另外一面的临路就是车库的门，应该可以停6到8台的停车没有问题，很宽敞。而且他们的车库门，你看它设计上面是有天窗的，所以它的光线会洒进来，不会说车库里面不开灯就很阴暗。那边还有2台那个 Tenco 的 water heater， 没有筒子的热水器。好，那接着我们就离开这个豪华的车库，
这边还有一个地方是、这边是电梯嘛，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半卫浴，然后这边的话是那个洗衣房。就豪宅的话，就是都要有2套，那它一套是在2楼，一套是在地下室。然后这一套的话，可能就是像打扫阿姨他们来的时候，可以帮他们洗床单啊。然后楼上那套就是可能他们可以自己平常洗的时候可以用。插播一下，这边有一个很屌的，它既然有衣杆的设计，美国人家通常不会有那一条。对，就是你在这边洗衣服、洗一洗，真的要晒的话，可以晒在这边。洗衣房里面会是湿区，所以它一定是这种瓷砖。好，那我们走过来，这边有一个很特殊的设计，就是他们在楼上2楼的地方不是还有一套洗衣房吗？但是因为从2楼要把脏衣服搬到地下室，其实蛮远的，所以他们直接设计一个通道，可以从楼上丢床单下来这边。好，那我们现在到地下室的另外一面，先讲电影院好了。一进来声音就很干净，而且它自己前面也做了一个小舞台，就真的你要表演的话，也可以站在那边。其实蛮多人就是训练小孩子都要来表演才艺班，然后邀请很多同学来。哦，所以就到家里面的电影院这样子。对。接着给大家看出来，左手边这边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客厅，哎，这里还有一个厨房哎。应该说是 wet bar， 就是喝酒、喝饮料，然后可以洗洗手的地方。可是它这还有洗碗巾呢，这边还有一个红酒柜，后面还有一个长酒柜，这个是真的长酒，这不是展示的，不是摆出来的，对，是他们真的有在收藏酒的。这个是一个冰箱，我进来它这个是恒温空调，对，有温控的，所以这边算是一个很完整的酒吧。好，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型的露台。它这个露台是给下面这个套房的，但是这边也走得出去呢，就是这边有一个门。然后呢，因为这边是地下室，但是他们很在意就是光线要进得来，所以他挖了一个天井。那这个天井是直接通到他前院的草地的那个门啊，所以他把它挡起来。那我们最后来到他们地下室的套房哦，这个套房就是刚刚有讲，它也是共用了阳台。对，这边就是一个标准3件式的卫浴，但是淋浴间也是蛮大的，然后也有自己的 walk-in closet。来给大家看一下，它还有一个小小的更衣室是独立的。好，我们接着就要带大家去坐电梯了。我站起来也好像稍微动一下，沉一下，然后这个门关起来之后才可以关里面的拉帘。好，3楼见啦！经过了好一下子，我们终于坐电梯来到了3楼。3楼其实是这边的2楼啦，可是它的电梯里面就是这样子写。那先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有讲2楼有一个洗衣房，这边不算洗衣房，这边就是给你放2台机器耶。一般正常家庭都是这个 size 啊，很多人家里没有洗衣房的。我以为大家家里面都有洗衣房。另外呢，刚刚有讲一个这个要给大家看，就是可以把床单什么全部塞下去，这个哦。很深。好，那我们过来看它的这一间，感觉是他们的小孩房，很漂亮。对，这是真的有人在住哦。哇，还有一个前阳台，上面还有放了6个采光的窗户。刚刚我也量过了，光是这边挑高净高就有4.2米以上。那我们进来看一下他们卧房的浴室啊，它这边也是难得见到的3件半的卫浴，它的浴缸跟淋浴间是合在一起的，就是要跨进去洗的。这边当然也有一个独立的 walk-in closet 更衣间，这里面还有那个阁楼的入口在这。那我们走回来，我们去另外一间房间，在主卧室的旁边。我们先来这间也带大家逛一下，这一间也不错。这一间自己的阳台出去就看得到游泳池了，这个 view 也很好。这边是我觉得很好的设计，里面都是衣柜，然后呢，它就上一个更衣的空间，然后才最后进到卧室。那我们最后就走到主卧室，看。进来这边一样，它有一个先是一个小小的客厅，哇，它这个阳台真的很大。
那最后我们就接到他们主卧室的浴室，这浴室空间就不会觉得很像浴室。它除了这边的淋浴空间之外，还有自己的浴缸，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应该是男女分开的 shower。过来这边有个按摩浴缸。而且这间房子，我觉得它很厉害的是，它等于是在将近是第一线的山景，所以它这山景这样从主卧室看过去是这样，哇，一片的。其实我觉得我这边可以看到海，你有没有看到？对耶，哦，难怪。对啊，前面难怪这边要做透明的哦，所以这边叫做什么 Pacific Palisade， 就是因为这边是看太平洋。对，没错。我突然找到它有很高附加价值的地方了，原来就在主卧的卫浴。看这边感觉就是真正的干湿分离，这边基本上都是干的，然后这是喝水的吧？这一般就是有点像你在房间里面，你想要自己喝点小酒的那种 wet bar，这边是一个冰箱，对，底下就是会有冰箱，所以它这边是蛮享受的。那转过来给大家看他们的更衣室，他们的更衣室就等于说在淋浴间的另外一边，它更衣室也有采光哦，然后中间一样是一个更衣室的中档可以放珠宝，然后这边是可以坐的吧？生镜。走回来，等于说这个门进来就是更衣室跟浴室，但其实那边才是湿的区域，这一块都是干的。然后这边一样有双面盆，中间还有一个化妆桌，所以非常的完整，而且空间也非常有余裕，就算4个人在这边也不会塞车。好了，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参观一个那么漂亮的房子，哇，真的是这间更贴近真实的使用，因为我们也拍了一些大到离谱的嘛，可是这个感觉自己在使用上是最舒服的感觉，因为真的都是以白色啊，还有这个浅色的木头搭在一起，感觉比较温馨。然后，因为他们这里还有很多的监视器，所以他们会需要好多的空间是专门来装设备的。这边的开价是多少钱？1495万。哦，1499万5，而且比较特别是美国他们这边价钱跟成交的价钱差距非常小。因为美国这边的话比较习惯，就是上市的时候比较接近市场价，比较不会就是说故意开高，然后去给大家杀价。对对，就是我们在上市之前，我们就会做一个调查，比较过去半年市场上这个周围卖出去的房子是什么价格，那是什么状况，然后现在在市场上卖的房子是什么状况，然后我们综合所有的这些信息，再给客人一个就是比较合理的定价。如果大家要买美国的房子，不容易买贵。还是会竞价啦，所以好在市场的话，一般就是会在市场上会稍微久一点，就需要一点时间去找到真正适合的买家。反正今天我们给大家开箱的节目就到这边啦，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为你解锁更多的做梦题材。非常感谢 Amy 跟露露今天就是带我们来参观这样的房子。那我们分别把他们的资讯列在画面上面，然后资讯栏里面也会提供一些资料。那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跟他们联络，好不好？那我们就跟大家再见，拜拜。